建立对克里米亚的火力控制是乌军下一步行动目标吗？据多家乌克兰媒体11月30日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策划了一场黑客行动，于当地时间11月29日晚9点半左右，在克里米亚的俄电视频道播放了泽连斯基对克里米亚全体人民发表的讲话。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说：“你们所有人都认为俄在我们土地上的存在不是永久性的，我知道这一点。乌克兰将收回自己的领土和人民，我们不会把任何人留给占领者。”同时他还说，乌克兰不久将建立对克里米亚的火力控制。乌克兰的信心来自哪里呢？对于泽连斯基所说的建立对克里米亚的火力控制，外界猜测不一。其中比较靠谱的预测是，乌军很可能会利用海马斯系统的高度机动性，借助北约的天基和空基战场侦察能力，对克里米亚的俄军装备和人员集结地发动远程攻击，将其摧毁。要知道，如今的乌克兰有着众多型号的中远程导弹，如乌军已将海王星反舰导弹改装为地对地导弹，最大射程达400公里，据称已被用于袭击远在战线后方的俄军事目标。同时，乌克兰南方设计局还在研制射程远达200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此外，还有美国的 GLSDB、ATACMS、英法的暴风影和斯卡普 EG 等。由于这些导弹的打击范围已经超过了俄军远程火箭炮的射程，俄军对乌军这些远程火力的反击能力很可能会失效。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的防空系统只能被迫后撤，以远离乌军中远程导弹的打击范围，但这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俄军不仅很难在前线确保制空权，而且一旦失去防空火力掩护，乌军的战机和直升机将有望在更靠近前线的地方行动，并为乌军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持。尤其是现在的乌南赫尔松地区，在乌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乌军导弹凭借其射程和命中精度优势，将迫使俄军将其补给站和指挥中心后移。甚至有分析人士认为，乌军的海马斯系统只需要从相对安全的乌军浅纵深地带发射这些导弹，就能摧毁靠近亚速海沿线的俄军补给线，或是直接覆盖克里米亚全境。因为从海马斯的覆盖范围来看，乌军在获得全套的海马斯弹药后，理论上最远是可以覆盖克里米亚全境以及别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的。如图上最里面的蓝圈是海马斯 M3031制导火箭弹的覆盖范围，大约80公里，基本可以做到覆盖赫尔松地区。中间的紫圈是发射增程型制导火箭和陆射小直径炸弹的覆盖范围。这些导弹的打击性能要比 M3031强上不少，其射程也就增加到150公里，大约能覆盖一半的克里米亚半岛。最外围的绿圈则是海马斯发射新型增程型 ATACMS 战术导弹的覆盖范围，大约为300公里，可以覆盖克里米亚全境，或是打击那些深入俄军防线后方的目标。它也被乌克兰官员长期宣称为阻止乌克兰入侵的关键部分。不过也有人没有这么乐观，尽管这些导弹具备很强的战场优势，但能发挥多少用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军所拥有的导弹数量。如 ATACMS 导弹的数量就非常有限，虽然美国军火库中对该导弹的确切数量高度保密，但洛马公司总共就生产了约4000枚，其中还有很多还被美国陆军用于作战演习和定期测试。同时，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对外军售清单，在过去10年中又有近900枚对外出售，所以 ATACMS 的数量其实非常有限。当然，也有人会说，洛马不是每年还会生产500枚的 ATACMS 导弹吗？请不要忘记，按计划，新生产的 ATACMS 导弹都将销往海外。加上美国自身也已停止了对 ATACMS 导弹的采购，转而等待采购新一代 PRSM 远程精确打击导弹，所以能援乌的数量肯定不多。那有没有廉价、数量多又好用的导弹呢？别说，还真有，可能它才是乌军建立对克里米亚火力控制的信心来源。它就是紫圈打击者陆射小直径炸弹。
原屋的陆射小直径炸弹可以帮助乌军提高打击俄军防线后方的能力，其150公里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赫尔松全境、扎波罗热大部分地区和一半的克里米亚。加上俄军在这些地区的后勤保障，依靠的是2-3个交通咽喉要道，这样一来，乌军就可以重复第聂伯河右岸的战术，通过打击俄军后勤体系，让俄军进退两难。GLSDB 由瑞典萨博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它由 GBU-39 小直径炸弹和 M26 火箭弹发动机结合而成，可由海马斯或 M270 发射，也能在单独的集装箱式发射装置中发射，且组成的2款弹药都是货架产品，因此非常廉价。GLSDB 主要采用 GPS 制导，可在昼夜间复杂天气条件下使用，可实现射后不管，打击误差在3米左右，最大射程从 M31 制导火箭弹的约90公里增加到150公里，对坚固目标的亲测能力超过了传统的1000公斤级穿甲弹，对钢筋混凝土的亲测深度也达到了1.8米，非常适合打击碉堡、机堡等加固目标。GLSDB 虽被称为炸弹，但其实属于助推滑翔型弹药的一种。其过程先由射程32公里的 M26式227毫米火箭弹把 SDB 小直径制导炸弹助推到高空弹道顶点后， SDB 小直径炸弹与火箭弹分离，并展开弹翼开始滑翔，之后在惯性制导和 GPS 制导系统控制下飞向预定目标。由于使用的是大展弦比折叠弹翼，整个炸弹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滑翔性能，要比 M30、M31 制导火箭弹拥有更远的射程。而且在滑翔过程中， GLSDB 是可以设定复杂航路的，不仅具备俯仰机动能力，理论上还具有一定的侧向机动能力，这样它的落点就不容易被测出，即便是绕开当面的防空系统，或是从目标后方进行打击，也都不在话下，真正实现瞄 A 打 B。 凭借这一手打得准、飞得远、威大，其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了主战坦克。乌军凭此能够对防线纵深100多公里的俄军事目标构成威胁，而且 GLSDB 还很便宜，约为10万美元左右，像 M30、M31 制导火箭弹价格则在20万美元。另外，乌军 GLSDB 导弹可以从隐蔽或受保护的火箭发射场发射，以避免俄军部队的探测，以360度的角度与目标交战，其打击效率较高，每一辆海马斯都相当于一架作战半径150公里的攻击机。对此，俄专家谢尔盖·卡尔诺霍夫曾表示，如果乌军发射 GLSDB 弹药，就可以打击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地区的所有地区，同时对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沃罗日涅、罗斯托夫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威胁也不小。那克里米亚的俄军能拦截吗？拦截乌军的 GLSDB 弹药，其难度要低于拦截制导火箭弹。但乌军若是使用该武器搞偷袭，亦或是进行饱和打击，俄军对抗起来就非常困难了。GLSDB 弹药虽然有150公里的射程，但因为它后半段是无动力滑翔飞行，所以速度会不断减小。打最远射程目标时，速度会降到非常低，这时就很容易拦截。而且 SDB 炸弹使用的滑翔弹翼相对薄弱，被防空导弹的破片战斗部破坏后，会导致弹体失去控制，这样就无法实现预定目标打击。俄军现有的防空系统包括 S-300 山毛榉系统以及近程的道尔铠甲系列防空导弹，都能在后半段拦截这种武器，而且拦截成功率远比拦截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更高。此外，除了使用防空导弹进行硬杀伤以外，还可以通过电子战手段进行干扰。因为 GLSDB 弹药主要依靠 GPS 信号制导， GPS 信号较弱，相对也容易进行干扰压制。如果在目标区周围对 GPS 信号进行高强度干扰，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打击精度。但俄军所有拦截手段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预警探测系统能及时探测到 SDB 炸弹的来袭，且防空系统也要及时开机，处于待机待战状态。可这明显是不可能的，俄军防空系统几乎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目标进行24小时的开机保护。先不说防空导弹系统全天开机可靠性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就是全天开机导致的位置暴露，俄军防空阵地能不能存在还是两说。
而且俄军现有防空系统的抗饱和攻击能力比较低，只能同时拦截2到3个目标。万一乌军发动饱和打击，俄军防空系统根本就拦不住。GLSDB 弹药进一步扩大了乌军的打击范围，将有更多俄军弹药库指挥所遭到袭击。俄军为了应对海马斯系统打击而设置的新的补给基地，俄罗斯战意纵深，甚至位于俄本土的重要目标也将在该弹药的威胁之下。这无疑将对俄罗斯形成新的压力，这或许才是泽连斯基有信心对克里米亚建立火力控制的原因。如今，俄军开战以来的阵亡总人数已突破33万。在乌南地区，据战争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俄军未能在赫尔松州左岸的部队中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指挥结构，俄军的士气和布置及作战能力正在持续削弱中。而且，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显示，驻扎在克林基附近的俄第810海军步兵旅已拒绝作战。理由是缺乏炮火支援、战术情报支持，以及他们自己垒场位置的不清晰。第810海军步兵旅的部队是在10月初抵达克林斯基地区，并从刚成立不久的18联军手中接过了对克林基周边地区的控制权，而仅仅2个月的时间就让这支部队拒绝参战，可见该地区俄军指挥体系的混乱。而乌克兰方面，据悉乌军大炮成功摧毁了克林基东南的一个无人机发射地点和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所。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正继续扩大克林基桥头堡，将更多部队运送过河，正持续向俄军施加压力。目前，乌军前锋已经逼近了 M14公路转弯处，这里是战略重镇梅利托波尔到赫尔松的主要道路，一旦拿下，交通要道彻底掌握在乌军手中。之后，凭借各型远程导弹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事目标将轻而易举。为了阻止乌军行动，据英国国防部11月3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俄军在赫尔松州部署了重新组建的第104近卫空降师。至此，俄军在第聂伯河的伞兵师总数增至5个。足见其对乌军在左岸行动的担忧。大家觉得乌军能建立起克里米亚的火力控制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